就在步行街的旁邊，居然可以看到這種豪華的公共座椅區。你能想象這裡真的是非洲嗎？哇，這路邊居然還有穿着反光背心的清潔阿姨，難怪這裡的市容會這麼乾淨，跟我想象中的非洲完全不一樣啊！乾淨只是第一個讓我驚訝的地方，而另一個更特別的是安全。這裡的警察與保安隨處可見，難怪大家會說這裡是非洲最安全的國家。而且走在路上也不會被其他小黑騷擾。要是換成其他非洲國家，早就被團團圍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酷傻吧，歡迎回來我的頻道。說到非洲，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髒亂、貧窮和搶劫？但聽說這些在盧安達都看不到，因為這裡號稱非洲最乾淨、治安也是最好的國家。那這裡到底長什麼樣呢？今天就跟着我的鏡頭一起去看看吧。先來搭他們的 Boda 去這裡的市中心看一下。在非洲啊，很多這種摩托計程車叫做 Boda， 但這個名字其實源自於英文 border to border。邊境到邊境的意思。在以前，這些摩托車常用於跨境運輸，後來逐漸成為城市裡最靈活的代步工具。在非洲其他國家，可以看到一堆騎摩托車的不戴安全帽，但在這裡完全看不到，大家都乖乖的戴着安全帽。你看這裡起伏的山丘，這就是盧安達被稱為千秋之國的原因。整個國家不大，只有台灣本島的73%，卻被連綿起伏的丘陵和山谷覆蓋。你們看它這個馬路，超級平坦，跟台灣的已經沒什麼區別了。這裡沒有紅綠燈，但是他們都禮讓行人。我現在已經抵達他們的市中心了，街道很乾淨，路面很平整，還有很多商店和咖啡廳。這和你們想象的非洲是不是不太一樣？一早起床還是有點累啊，來買杯咖啡提神一下。I would like a cup of ice latte. Do you speak French? Je sais parler un petit peu français. 喂，在來這個國家之前呢，我以為很多人都會說法語，然後我剛剛在路上也看到很多法語的招牌，但是我問這個小哥說，他會不會說法語？他說他會，但是年輕一代的人已經不會說法語了，因為他們教育從2008年開始就全面改成英文授課。哇，他的咖啡還給我用 shake 杯搖一搖，來喝杯咖啡提提神，還真不錯啊！第一次喝到這種 shake 杯搖出來的咖啡。Max 加夫 ，Bonjour 呢？ 哇塞，這裡居然也有公共廁所！要是在非洲其他國家，根本就看不到這種東西。除了廁所，這裡居然也有公共垃圾桶，而且數量也不少。你們看這裡一個，隔沒幾公尺，那裡也有一個，對面也可以看到2個垃圾桶。難怪這條步行街會這麼乾淨。就在步行街的旁邊，居然可以看到這種豪華的公共座椅區。你能想象這裡真的是非洲嗎？哇，這路邊居然還有穿着反光背心的清潔阿姨，難怪這裡的市容會這麼乾淨，跟我想象中的非洲完全不一樣啊！乾淨只是第一個讓我驚訝的地方，而另一個更特別的是安全。這裡的警察與保安隨處可見，難怪大家會說這裡是非洲最安全的國家。而且走在路上也不會被其他小黑騷擾。要是換成其他非洲國家，早就被團團圍住了。現在來帶你們看一下這裡的百貨公司長什麼樣。基本上每個商場的入口啊，都有這種保安要檢查行李。哇，這台掃描機也是來自中國的，上面還有中文字。這裡就是他們的百貨公司，看起來也是中規中矩的。當然，這裡的百貨公司跟我們想象中的還是有點不太一樣。除了這種高端的商店以外，還有比較平價一點的商店，像是前面這一家日用品店、理髮店、照相館，還有紀念品店。讓我意外的是，這裡居然還有很多這種旅行社，還有婚紗店。我還真的是第一次在非洲看到婚紗店，我還以為他們結婚都是穿傳統服飾。現在我要搭 Boda 去另一個地方，但我發現他們戴安全帽啊，都超級鬆。你看我的手不扶的話，就會直接開竅。因為我很好奇，這裡的人為什麼都戴安全帽？那我問一下這個小哥 ，Why is everyone wearing a helmet here? If you go on motorbike without cask, there is a traffic finance. Go with the motorman, who's gonna charge it. 我現在來到他們的會議中心啦，來進去看一下吧。哇，這裡還要安檢，真的是每個地方都有安檢。剛剛我在過門口安檢的時候啊，
他們的人真的很熱情，那個保安一直跟我聊天。才剛進來這個會議中心啊，又打破我對非洲的刻板印象了。你看看他們的人行道做得非常的平坦，左邊還有很漂亮的人工草皮，右邊這裡還有一棟正在新建的大樓。這裡的發展真的是太好了，哇！他們連開會的地方都蓋得這麼有特色，這麼有現代感，真的很厲害。甚至在5000元的鈔票上也能看到這棟建築物的身影，可見它對這個國家的重要性啊。其實它的圓頂設計靈感來自於盧安達的傳統茅草屋，象徵文化的傳承，讓現代與傳統在這裡融合在一起。除了這些國家地標，其實讓我更好奇的是他們平常生活中的休閒和娛樂空間，像是一間體育館。哇塞，這體育館也蓋得太氣派、太牛逼了吧！這麼大間。很可惜啊，剛剛有個保安跟我說不能進去參觀，但旁邊有一間小間的體育館，現在正在舉行比賽。聽保安說還是免費的，那我們來去看看吧。沒想到在這裡居然還能免費看一場突尼西亞和盧安達的女籃比賽。話說他們這裡的場地也蠻高級的哦。可是你敢想象嗎？就是這樣既乾淨又安全的盧安達，在31年前卻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舞台之一。1994年，短短100天，超過80萬人被殺害，鄰居變成敵人，朋友變成殺手，而這一切都和殖民時期的族群劃分有關。比利時的殖民政府把盧安達人劃分成圖西族和胡圖族，這個標籤成為後來衝突的導火線。當時殖民者竟然用鼻子、眼睛、臉型等特徵來判定一個人是圖西族還是胡圖族。這種完全依照外表決定身份的方式，不僅荒謬，卻被正式寫進身份證，每個人都無法避免。圖西族被視為較高等，享有更多教育與資源；胡圖族則被壓制在社會的底層，常年的不平等與歧視，讓仇恨像潛伏的火山，最終爆發，釀成悲劇。在那段日子裡，廣播裡傳出來的聲音是：拿起你手裡的砍刀，把圖西人都殺掉。鄰居變成敵人，朋友變成殺手，這是人性最黑暗的一面。所以今天走在這座城市時，你很難想象這裡曾經陷入過人間地獄。其實這裡有間屠殺紀念館，免費的，但因為不能攝影，所以我就沒有進行拍攝。但裡面展示出來的物品和影像真的是慘不忍睹，很難想象這樣的悲劇就發生在31年前。真心希望世界和平，不要再有殺戮。說了這麼多沉重的故事，坦白講，心情有點壓抑啊。剛好這裡有一間咖啡廳，我們來進去喝杯咖啡壓壓驚吧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大家會不會好奇，盧安達是怎麼從31年前的陰影走出來，成為非洲的新加坡？這時候就不得不提到現任總統保羅·卡加梅。自從他西元2000年接任總統時，就開始推動一系列國家重建。他非常欣賞中國的發展經驗，並多次公開表示要向中國學習。與其說是借鑑，不如說是把中國的發展模式直接套用在盧安達的土地上。盧安達的道路有70%是中國修的，大部分的辦公大樓也是中國建的，街上商品都來自中國，高考時間跟中國完全同步。軍隊的裝備是跟中國買的，甚至連閱兵的口號都是一樣的。可以說中國的影子無處不在。更牛逼的是，就在今年初，僅僅72個小時，盧安達就讓人口多出8倍，國土面積大了100倍的剛果徹底潰敗。這場逆天的戰績震驚了整個非洲。從悲劇到奇蹟，盧安達在短短的31年走出了大屠殺的陰霾，成為了非洲的新加坡。雖然前路還有挑戰，但人們已經看見了希望。